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主编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国内外所有的氛围，你会不会发现，现在对所有人来讲的话，那现在整个区域政治、地缘政治大概都已经变一块。日本高市早苗首相讲了一段话，老共跟他们之间看来现在问题越来越升温，但对我们来讲的话，似乎整个大家都变成一块政治在讨论的感觉。而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蓝营的人有骂早苗的、高市早苗的，然后包括当然绿营的人也有直接跳出来在护这一块的。可是对我们自己呢，好，我们自己面对两岸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又会是怎么样？譬如说，当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去参加秋季以后，国内讨论非常热烈，很具争议的一段。但除了这个以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那包括最近又接受了外面的一些访问，包括日经亚洲在那里面直接好。外媒直接用统一女神来称呼，他也直接讲说，如果要是民进党有人可以主张台独的自由的话，那为什么国内不能有人可以主张统一的自由 ？OK， 那包括国民党一个中常委是一个陆配的中常委，那直接讲说，那叫祖国啦，穿着毛泽东的衣服，类似像这样，在整个国内来讲的话，所有这样一些议题，从郑丽文到邱吉去以后，整个升温了吗？未来在选战里面，包括国民党的人有人直接讲说，未来选战是所谓的抗中保台跟一中保台，大家直接对垒吗？民众是要去选择这个了吗？好，那财划法，那这礼拜四大家再来一次，所有的财划法，所有这些的内容呢，那未来上一次修完以后，包括那个内容不是地方的补助款再回去啊，类似这些，那大家要再来一次吗？好，那所有这些在未来在政坛会怎么样？不过一开始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国内整个政治氛围，尤其对两岸这一块，尤其每一次选举都一定是重中之重。来，冠廷是。日经亚洲这一次的访问凸显出什么？凸显出国民党的方向越来越明确。郑丽文不是乱来的，郑丽文是很清晰有他的方向的。日经亚洲这个采访了郑丽文，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那这一次他在这个主题是谈什么？就是说怎么样的策略可以去阻止台湾跟中国之间有的潜在冲突，所以这对于任何一个台湾的主要政党来讲，是一个必考题，也是一个国际会好奇的题目。那我先讲结论，结论是郑丽文被采访完之后，在日经亚洲的副标题用的什么字眼来讲郑丽文哦？这里Goddess of Unification 什么意思？统一女神，统一女神。日经亚洲用统一女神下副标题在郑丽文身上。第二个，郑丽文在专访中明确的告诉大家说，台湾如果里面有人可以讲台独，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讲要统一的言论自由？所以他很清楚哦，他把统一的这个倡议要把它拉高到台面上面。接下去，他也认为说，在未来台湾人主张统一这一件事情上面是。他认为应该要大声讲出来。那陈学圣委员就出来有解读这个专访，以国民党人士的讲法，他说未来台湾的大学是国民党内的声音。经过郑丽文有这专访之后，陈学圣认为未来会是用一中保台对抗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我把陈学圣的讲法跟郑丽文的绑在一起，我们会觉得说，哎呦，那国民党现在好像没有要演的，就是告诉大家统一是选项。那一中这件事情要变成是高举一中的大旗，这跟过去其实从1996年李登辉当总统以来，甚至到了马英九选总统的时候，告诉大家哦他们是新台湾人，然后告诉大家中华民国在台湾，现在变成直接喊一中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国民党是一次重大的一个宣示跟改变。呼应的是谁？呼应的是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岑。萧旭岑他是现在国民党的副主席，他是过去大家认为跟马英九非常亲近的人士。那他出来跟大家讲说，包含一国两区的规定，才能确保跟大陆有共同的政治基础。萧旭岑更进一步喽，前面是统一女神，统一你还可以有，好啦，假设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要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统一谁要统谁不知道。对，我还也许信的人不多了，但我还可以这样说服自己。但当你讲到一国两区的规定，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明确到不能再明确。
萧旭晨现在不是没有公职的路人哦，陈学圣委员你可以讲说叫前立委，他现在没有党中央的职务，可是现任的国民党副主席，一国两区。我今天跟我同仁在聊啊，我说我们要怎么帮国民党圆，因为我还想要给国际一个正确的形象，就台湾人没有想跟中国被他统一。唯一一个解读，如果国民党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这个中共占领的叫大陆沦陷区，我们叫正统中华民国，一国两区，所以未来要去把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大陆，你相信吗？我相信郑立文或萧旭晨也不会这样子讲。所以现在整个梳理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国民党会面对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就是如果你告诉大家郑立文之前去祭拜吴石是偶然的插曲，那你怎么解读去接受日经亚洲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不能讲统一？你怎么解读副主席萧旭晨跟大家讲说，一国两区是能够确保跟中国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一国两区，以前我们大家叫马英九，将他叫说马区长、马特首。国民党觉得说我们在笑马英九，没有，你自己讲了，萧旭晨现在已经直接把一国两区当成是选项，所以国民党的路线。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不会认为这是我们要的，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是认为什么？中华民国台湾维持现状。可是你一国两区绝对不是嘛。最后一个我要讲萧旭晨跟这个郑立文最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要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吴石的事件。吴石事件已经过了，对不对？可是萧旭晨跳出来跟大家讲说，哎呀，没有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政治的受难者啊。然后过去在白色恐怖啦，这个也没有怎么样嘛。可是我后来去查了，我跟大家报告一下，2024年5月8号第2次人权纪念碑里面的审查决议有确定所谓的政治受难者名单。我要强调，因为我们在上周以前一直都在有一个 bug， 就是吴石假释是所谓被认定的官方的政治受难者。那这里我可以说，我去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名单当中的其中一个。可是查完之后更新的最新名单，12067个政治受难者里面的主体有1774个死刑，183个失踪，10105个无期有期徒刑跟身体、自由、财产、名誉受损的受害者里面没有吴石。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当时这个比较认为统派团体或比较左派的团体，他们所办这个活动。吴石并不是国家经过层层审查的政治受难者，而把他的名单放上去。郑立文再到现场，我把这全部讲完的结论是什么？现在国民党的主席要面对一个问题是，国民党有多少人对国民党现在呼应老共把吴石当成是一个可以被纪念的对象，认为台湾有一天有人当共谍，未来也可以被缅怀。再搭配萧旭晨的一国两区，再搭配郑立文的统一是一个选项，这一些东西全部弄在一起，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思考明年的选举怎么面对这些课题。所以明年选举你要直接面对这一块。是。那有人讲说地方选举，那毕竟是地方选举，冲击会不会不大？但2028呢，那势必要面对。是。郑运文现在已经是定调，国民党未来走向是像刚才冠廷讲的这个样吗？那所以包括吴石的这件事，因为萧旭晨等于是出来，如果你看完萧旭晨讲的全部的内容，他不是单纯像郑运文讲说他的邀请函又没讲吴石的，他是直接跟你讲吴石又不是像你们讲的那个样，大家干嘛要搞成是这个样的感觉？他变成是这个样，对国民党来讲已经定调了吗？统一女神的称号对国民党来讲，到底未来是好是坏？日经亚洲副标题以统一女神来形容我们的国民党的新的郑立文主席。那我觉得当然尊重嘛。但我觉得日经亚洲可以先好好研究一下，目前他跟中国大陆的状况如何。可能更有意义跟更直接啦。管到台湾的事好像管远了一点，但我也必须要讲，郑立文主席他之前从去祭拜吴石，我说真的，那个的确，不要说党外啦，党内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点这个适不适当。那。包括到现在，你说一个中国，你说两岸要用这个对话代替对抗，我相信对话代替对抗没有问题，这个很合理，大家一定都知道。但在一个中国情况之下，包括了你说我们的副党主席讲的，一国两区，我个人不会用一国两区来形容，我会说两个政治实体，我觉得会更好，因为你说两区，那哪两区？这要这样，我觉得那为什么要直接用一国两区？
我只能说，萧副党主席他比较就是走马前总统的风格跟路线啦。那他们一直希望就是两岸和平，然后他们也认为两岸就是同属一个中国，讲白了是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他们一直把台湾跟对岸框在一个中国的这个论述的框架之下。我个人觉得这个没有错，但问题是你必须要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中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老实讲，这个议题。说实话，几十年来，蓝绿朝野一直都在根据这个议题在讨论，也讲了非常多次。但以现在台湾的氛围，中华民国绝对是我们的国家，我相信大家不会有争论，也没有疑问。但是中国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国家？这个说实话，很多年轻的或中间选民，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于我们的党主席而言，其实他选前他就已经讲了嘛，他说我们是中国人，要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认为。不管是中华民国也罢，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罢，他们觉得都是在一中框架之下。我们中华民国就等于中国，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中华民国等于中国，这是两边不同的看法。对岸不是这样认为，可是我们这样认为。可是这种说法，我还是要回到我最一开始讲的，我还是建议在党内可能要先做一些沟通会比较好。可是这种说法，我还是要回到我最一开始讲的，我还是建议在党内可能要先做一些沟通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在外面要来说服的时候，大家想法跟说法是要一致的。这个问题到底该不该来讨论，该不该来说清楚讲明白？我觉得应该，因为毕竟不能说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国民党蓝营就天天被大家讲说什么亲中亲共啊，讲的好像我们卖台一样，卖国一样。所以，到底两岸关系，包括之前922共识，到底是否用一些更明确的方式，让年轻跟中间选民能够听明白，我觉得很重要。而现在，既然新任的党主席他的想法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那甚至会不会希望一个中国能够统一？这部分，我觉得党内要先把他的论述跟他的所有的一些理念先讲清楚，然后也要跟党内沟通一下。现在既然我相信党中央比较倾向就是说两岸是要更加的和平，然后话也比讲之前更直白一点。那在有这种想法之后，怎么样有更完整而且更能够让大家接受的论述？我是建议要尽快的出来，因为明年选举快到了。我相信接下来攻防会越来越多啦。当然，对，一定的。如果你是民进党的所有的候选人，会不会拿着所有这一切来直接打？对，或者说支持国民党就支持习近平，对不对？这个标语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的。对，所以怎么样让就是我们第一线的民意代表能够捍卫住我们党中央的想法，以及把我们的理念传达给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想法，我觉得会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有很多想法，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台湾本来就是民主开放的国家，但是怎么样说服大众，我觉得会是不要说党中央啦，整个我觉得在野党啊、国民党、也许民众党都必须要能够来好好想一想，因为如果一个讲不好，或者是你只话讲完之后，后续没有办法让民众认可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整个未来的选举发展。国家，我觉得都不是好事情。OK， 我要讲哦，我觉得伯玉这样子替国民党或他自己的主张这样子去圆的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在未来的这一年会越来越多。当然，就郑丽文他是越来越战略清晰。可是国民党的年轻的从政同志一定知道这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先讲哦，日经亚洲不是郑丽文什么突然被毒访，郑丽文在国民党中央。接受日经亚洲的专访，这是郑丽文的选择，选择了这一间国际媒体。所以选国际媒体是什么意思？一个在野党最大的党主席，他要给国际讯息。结果他给了什么讯息？我都要讲第二点。他现在去跟大家讲说，这个深信两岸绝对能够和平解决所有分歧，相信哦，他相信能够解决，比单纯投入军备竞赛或军事开支更好解决方案。好，所以这也很清晰的嘛。你看，刘许廷做了民调，快60%的民众认为我们应该要增加军备。可党主席跟大家讲，他不要军备。所以第二个，现在其实外国的媒体在看台湾的视角，他会很 confuse。郑丽文在里面去讲说，从蔡英文开始，因为不接受922共识，所以现在赖清德带领台湾一头冲进台独法西斯。大家记得这个字眼哦，他在接受日经亚洲专访，以一个党主席身份提出台独法西斯的黑暗时代，明确的讲，外媒怎么解读？日经亚洲他说，郑丽文用法西斯这个字眼来很重，来形容一个
在《经济学人》年度民主指数中高居东亚榜首的政体，它震撼程度比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还给各位惊奇。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今天去外国去要强调说，哇，现在赖清德很独裁，然后可是外国一看不对啊，我们是全东亚各种客观指标中最民主的国家或政体啊，你要给国际什么讯息？我觉得他没有足够准备好给，比方说你准备好证据，你准备好你认为这真的叫台独法西斯，你说服了国际媒体，国际媒体帮你报道出来，可是一方面没有说服。第二个，我要特别讲，刚刚没有博弈也没办法替他说明讲的无视这个事情。萧旭晨可恶在哪里？萧旭晨在解读郑丽文去无视这件事，他继续提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已经没讨论了。他跳出来继续讲，而且他讲的重点是，你们228不是也纪念啊？228里面就没有共谍吗？他完全忽略了中华民国台湾在所有的补偿者不当叛乱审判匪谍的补偿的条例，跟国家人权博物馆能够放叫那个碑文上面的名字是有相关的严格的审查条件的，无视就不在里面。那你跳出来把两个混为一谈，这个是谁会开心？老共最开心嘛？每一次谈到这样的问题，来将军，出自国民党，我这样问一下，从郑丽文那时候去，你说秋季的时候，他跟你讲说，我就不知道，他们就没跟我讲那个有无实啊，那个邀请函什么都没有。那但是接下来当萧巨仁出来，他的副主席再把无实这件事情拿出来，像刚刚冠廷讲，你如果看他那个全编讲的那个内容，接下来他就直接跟你说一国两区。接下来国民党的中常委那陆配，何英禄，他直接刚讲到说，如果你讲统一好啦，你还勉强大家讲统一是我同你，你同我，那个某种的模糊空间也在。但当初台湾回归祖国，那个没有什么模糊空间了吧？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对吧？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个没有什么模糊空间吧？请问一下，你出自国民党，现在国民党跟以前的国民党真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了。郑丽文已经一锤定音到国民党未来的路线就是这样了吗？我先讲哈，这个是国民党中常委何英禄他没错，他真的是陆配，但是他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嘛，他又是中国国民党，他选中常委，只要党代表投给他的票够多，他就选得上嘛。可是他讲的一中，跟郑丽文的一中，跟萧旭晨的一中，各位认为是什么一中？是民主一中吗？还是共产一中？何英禄讲的很明显，他讲什么？他说让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共产一中。如果他讲的是民主一中，他应该说让中国大陆早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叫民主一中。他讲的叫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没有问题，没有争议的。不要说这是我们误解，就是共产一中，就是共产党统一全把台澎金马吃掉并吞，就是共产一中。那各位想想看，这是理想的表达吗？不是这是肯定对岸主权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不就是共产一中吗？完全不用怀疑。那另外我讲，你说这样的论述是对台湾友善吗？没有是直接对台湾的主权攻击，毫不留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灭掉台湾的主权嘛。你说没有还在啊？对，变成一个区，变成连你说一个台湾省的一个区长，台湾的领导人以后变区长，不是总统喽。现在赖清德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回归共产一中之后，我们变成台湾一个区一个区，你要当区长还当总统？我们当然要总统啊，对不对？那如果赖清德变区长，以后台湾变区长，那中华民国国军叫什么？叫区军啊，对不对？那变台湾一个地方区，你没有军了啦，你变成共产一中，台湾没有军队。好，那我现在讲到日经专访这个郑丽文一中保台变成统一女神。什么叫一中保台？一中保台，我告诉你，就是投降。抗中保台叫做坚持主权，一中保台就是投降。你说没有投降啊？一中共产一中，无条件变成共产一中，那还不就投降？变成共产一中，你还会有国军吗？没有，解放军过来，解放军直接接收台湾，那不就是投降？好，那我讲到，当你从9·2共识解读成一中保台。那中华民国就没有主权表述的空间喽。你变成共产一中了，你的9·2共识变成共产一中，变成一中保台，请问我们中华民国还有主权解释的空间吗？我们现在可以跟国际讲，没有，我是民主中国。好了，说中华民国你听不懂，我民主的，
我的民主中国、中华民国叫台湾，如果你接受了一中保台，没有表达空间，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区嘛，那还一国两区还表达什么？好，那我讲中华民国最可贵的是什么？民主制度，跟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制度截然不同，所以我在讲，我们是制度之争，我们不是什么种族之争，没有。然后你对内，郑丽文主席对内喊什么？喊两岸和平，你听我的，两岸和平。可对外讲什么？对外讲一中，叫做共产一中，叫做一中保台，对内一中保台讲是中华民国，这个没有，这个我们党主席大家讲的是中华民国，绝对不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这要讲清楚，绝对是啊，非常明白。如果绝对不是，如果郑丽文讲的是中华民国，我告诉你，习近平会恨死他，因为那很合理啊，一个中国要统一就是消灭共产党。你有没有听过郑丽文讲过消灭共产党？没有嘛？郑丽文也没说消灭中华民国啊，没有，因为这讲清楚，一中保他讲是中华民国，我希望是，一定是，我希望不是跟徐春英讲的一样，绝对不是何英路啊，何英路讲错，是另外一位，是民众党，不能跟何英路讲的，何英路讲的台湾回归祖国。他穿的毛泽东的外套就是共产中国，这个你也没办法接受吧？这个不能接受，这个就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说了，对，这个就有点。但是他是国民党，你们国民党中常委哦，所以这个党内回去好好的，我现在研究一下。这位是中常委，这个是国民党里面决定国民党主要政策的中常委。那他讲的话，如果还是代表个人，我不知道国民党谁可以代表党主，还代表党了。所以这个。党纪要不要处分一下？党纪要不要管理一下？我认为要。如果你处分李正皓，让于北辰离开，这个人一定要处分。你连那个谁啊，萧敬言都被处分了，萧敬言都被处分了。那这位不处分吗？然后那我继续讲，博弈讲的是中华民国 ，OK？如果博弈讲的是中华民国的9·2共识，以中华民国为主体，那么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共产政权，你才能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所以我讲这一点，郑丽文一天讲不清楚，国民党的选举在地方很难说明。所以我讲这一点，郑丽文一天讲不清楚，国民党的选举在地方很难说明。那将军，我问一下，博弈很清楚，我刚本来要问也是这个，博弈很清楚，年轻一代或是那个名义上，何英路这个言论一定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对，因为那个词一看就是没有这从我们的角度出来讲的话。OK， 好，那将军，那请问一下，从郑丽文去了秋季无实那件事，看来他们也没有打算要跟你们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一个来龙去脉。对。接下来再让萧去成再补上去，然后接下来再讲了无实，接下来再讲一国两区，然后何英路，然后接下来再用一个直接台湾要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类似这些。那国民党里面不是没有忧虑的人，是说。这样国民党选举大家都知道要票投出来，赵少康说投票的人在台湾的，不是在对岸嘛？那要拿到执政权才有理想嘛？刚刚讲这些，台湾的民意可不可以让我知道，是民意开始走向这样了吗？还是这个跟民意基本上是对干？如果这跟民意是对干，哪一个政党会知道民意是这样，我要去跟他对干？如果台湾的民意是像这位中常委一样，那我刚好台湾的钱应该是往中国存的，台湾人赚的钱不会存在台湾。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政党一定知道，2026接下来就博弈他们，那包括县市首长，包括县市议员要上场。2028，你告诉我2026这些对地方选举影响不大。2028，你以为中间是可以这样选过了以后我再开始切吗？它不会有一路被影响下去吗？以前的地方选举，两岸或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议题，对于地方选举本来影响不大，但是这一次因为郑丽文变成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这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像这一类的表态，这位中常委以前不敢这样讲。郑丽文当了主席，他勇敢的讲，因为他觉得他这样讲，他才可以继续连任中常委，他党代表才会投他。他如果继续走的像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主轴，他不见得选得上中常委。好，我讲，那么请问萧旭成、张荣恭副主席吧，他们见了宋涛以后，他们讲的是什么？全面恢复甚至升级，然后两岸没有化解不了的分歧，这个话不是跟国台办讲的一模一样吗？
你说这不是附和统战，这是什么？好，那我再讲，如果2026跟2028的选举主轴已经被外媒定调了，外媒现在定调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是统一女神，统一女神不是某个球队的啦啦队女王哦，更不是某个商品的广告，那是代表国民党的政策。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统一女神这个名称是因为郑丽文对那个时候包括一连串的一些的发言啊，还有包括邱吉那些，是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的一些网友就开始直接封她统一女神。那时候一开始被封的时候，那郑丽文主席还有讲说，哎，网络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大家喜欢用什么东西无伤大雅呢，大家随便笑笑就好。但是当外媒开始直接定论这个样的时候，那某种程度那个方向大概就是会被定调。从网络谣传或者是网络的一些定调变成国际媒体的定调，这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哦。网络是你刚刚你怎么讲都怎么讲，可是变成日经直接媒体给你定调到统一女神，我也没有听到郑丽文出来噗噗跳啊，他没有出来，也没有出来跳得特别大声啊，他也没有觉得好像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侮辱，他并没有驳斥。另外我讲哦，陈学圣委员啊，前委员，我跟他蛮熟的，他当主委我副主委，我蛮熟的。他讲的是实话，也就是当你2026、2028的主轴被外媒定调是统一，被外媒定调的统一，你认为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吗？不会吧？被日经、被美国、被英国，只要外媒认为统一是你的未来的主轴 ，OK， 就是被统啊。我讲嘛，中华民国、台澎金马。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直接这样讲，我们平铺直述的讲，凭能力、凭军力、凭国际现实，我们不可能统一它。那你说的统一，就是赖清德总统讲的并吞。你的统一就是台澎金马被并吞掉。那我们当然反对。我想像这样的状况，博弈也反对嘛，谁愿意被共产主义统一啊？我们就是制度之争。可是没有人出来讲，好，请问2026。每一个要选代表国民党出来选议员、选市长的人出来，都要把这个统一解释一下。他还要讲别的政策吗？不，这样就根本不用了，因为民党的人一定会在，尤其县市首长在对打的时候，肯定就会把票投谁谁谁，支持谁谁谁，等于支持谁谁谁，大概全部都已经准备好。光是一个亲中却不投降，就解释半天了。你的亲中却不投降，现在国民党每次讲说我们亲中啊，我们和中啊，我们不投降。那如果这个新的92共识叫做一中保台，如果定调了，你这个亲中或者是和中却不投降，你要这么多的县市长，这么多的地方议员，怎么解释啊？我补充一下，刚才武哥提到就是这个国民党中常委何英路嘛，他的全文是怎么讲的？我穿的这件衣服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这个事情，所以你身上的衣服，你会讲说是毛主席教导吗？这不可能嘛！可是除了不妥，不妥嘛，对吧？就是除了漂博弈，就民意代表，因为知道民意代表第一线不肯跟民意对干，他绝对得说不妥嘛。可是国民党中央到现在为止，这事情引发多大轩然大波？有哪个国民党的发言人、文传会主委、副主席、主席、秘书长，谁出来讲中常委这样讲话不妥？我们将心比心哦。今天有个民进党的中常委，跳出来跟大家讲说，我穿这件衣服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你看我会怎么样？我们一定出来讲，这不代表本党立场。你至少要讲，这不代表本党立场，不然武哥说真的，明年我们选举就好了，我们就看板啊，立上去就这样就好了。就对啊，因为国民党中常委那个讲什么，毛主席教我们为人民服务啊，投给谁谁谁就是投给谁谁谁，就结束了。OK， 这个就是在选战里面一定会被这样。当然，你说两岸之间对话代替对抗，绝对大家都希望是这样。问题就是那个底线到底在哪里？你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主权之下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方老师，讲到国共之间，从以前国共会谈完的结果。国民党从来没有捞到过便宜，现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些状况，可是对国民党来讲，那个色彩会不会一次之间突然之间觉得网络形容词说不演了吗？是已经到这个样了吗？我觉得中共的对台政策出现了一个战略性的改变。这个在马英九2008年到2016年，我觉得他们是强调是两岸交流，就互相频繁的走动。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反独为主，就是反对台独。那赖清德上台之后，我觉得他已经走向的是促统，那大家会觉得，台湾没有统一的这个民意基础啊，
政大选研中心长期在做台湾人对统独的看法哈，最新的支持偏向统一是5.3%，尽快统一是1.1%哦，加起来是6.4%，34.6%是维持现状，然后维持现状在决定的是26.5%，偏向独立的是21.5%，表示说不想统一的大概是86.9%啊，就是碾压式的嘛。那你会说，台湾民意就是反对统一啊？你搞统一就是给自己找死吗？那为什么这立委还要这样？有一个比我觉得中国根本不在乎你台湾的民意，他现在为了什么？为了习近平2027年的中共21大，他要连任。他要连任的情况之下，他要拿什么要告诉大家说，我还要继续干，去统一台湾？所以他已经把对不对？郑丽文哪要管习近平？你2027你能不能够连任？你去郑丽文要先管2026国民党这一仗能不能赢？如果2026这一仗国民党没有选好，他的党主席就没了，也没有2028，他干嘛要去管别人呢？国民党党主席没有罢免的哦。我选择烂，我继续干不行吗？你能把我怎么样？而且我背后还有谁？我背后还有老大哥习近平呢，对不对？我问你，今天为什么中常委这个横英路不演了？他以前是隐蔽战，他现在变成直接站出来，老大哥说话了嘛，帮我撑腰了嘛。你看为什么萧玉成会讲1国2区？什么意思？就台湾跟香港一样，澳门一样，就特别行政区。我跟你讲，明年中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行政区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你都不要意外。他在北京搞一个大楼，挂一个牌子“台湾特别行政区筹备处”，你都不要意外。有一个人可能是洪秀柱或者年伟，被称为这个代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储备的这个所谓的特首，你也不要意外。你想想看，国民党现在4个副主席，3个都70几快80岁了，只有一个是50多岁，就萧玉成啊，萧玉成何德何能？国民党是论资排辈的，就萧玉成，你看再看这样前2个礼拜，他去天津见了谁？见了宋涛，所以我觉得，那为什么萧玉成现在讲1国2区，这都是有铺陈的啦。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把这个统一，它已经不是未来式了，是现在进行式。好，那台湾就会面临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反统跟促统会面临到非常激烈的一个刺刀战。大家就会开始同样的国际台湾这方面的力量会越来越对撞哦，包含你看。萧美琴到了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进入欧洲议会，参加这个 IPEC 发表公开演讲。然后这个蔡英文到了德国去参加这个柏林的自由论坛，就是国际连这个已经不是只有台湾内部，是国际战哦。然后中国就要加大力度对谁？对沈伯洋，我就是痛惜你。然后对巴炯。对这些这些人，闽南郎就开始就是那种越来越激烈，然后国民党一大堆人跳出来了，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内部已经没有所谓的建制派，本来建制派像郝龙斌这些人、赵少康这些人全部被赶走了，现在就是以郑丽文为主的统派，他也不在乎，而且他自己他现在不当主席哦，他要兼什么革时院院长，是继蒋介石以后哦。现在就是以郑丽文为主的统派，他也不在乎，而且他自己他现在不当主席哦，他要兼什么革时院院长，是继蒋介石以后哦，然后吴石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来？就是我们要在中国意思是说，我要在国军里面建立第2个吴石，所以这都是有一连串的这些一步一步的哦。虽然台湾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的，他不在乎，他蛮干，所以我觉得啦。郑丽文现在为什么要当这个所谓的这个革时院院长？革时院就是中共的党校，党校是什么？思想传播，到时候开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唱国歌，是向吴石英烈鞠躬，全党过来就灌输吴石精神，就这样子哦。范老师，不会可能吗？我不好意思，现在没有什么，怎么可能？不是，这里讲到我都问题这个真的讲远了。问题是国民党现在谁敢跟郑丽文批评？
到今天为止，国民党对于吴石事件，对于曾丽文被称为统一女神，对于萧旭成说一国两区，去讲这3件事情，国民党有哪一个人敢出来骂的？好，范老师讲这段，博弈是对很多争议的事件，国民党里面都没有人，就尤其是现在。比较重要的几个政治人物都没有人愿意出来讲话吗？因为不讲话，一定就会被外界解读成另外的一种想法。没错啊，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嘛，就是范老师刚刚讲的，我可以100%确定不会发生。但问题是否需要有人出来把它讲清楚？如果发生，你要请鸡排吗？我请，发生我请哦，我觉得不止我请了哦，那全部都请，民进党还帮我请了，结果还跳票。那个台大电机系的帮忙请了。对。我只能讲，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对于党主席或者对党中央很多人的发言，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在于你在发言完后续是否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会变得非常重要。你说无实的事情，包括一国两区的事情，包括你说一个中国等等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不可以谈，也不是不能够做。但是你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民众了解你做的意义跟你的中心价值是什么？而且是否能够符合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我觉得就像我讲的啦，党中央真的还需要再多思考一下，包括他们的讲法，包括他们的论述，我觉得再更清晰一点。要不然的确是每次上任何节目，同仁都一定会碰到同样的质疑，这是一定的。或者是我相信每一位我们的蓝营的民意代表都会碰到一样的质疑。而怎么样让我们的民意代表都能够跟党中央有的同样的想法来回应大家所有的质疑跟疑问，我觉得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要讲的是啊，郑丽文他现在只是在为他自己的历史定位，为他跟对岸交差，然后明年的国共论坛，我认为明年会办，郑丽文会带着100人坐着专机到北京的首都机场，然后中国会红地毯欢迎，然后上红旗牌轿车，然后有警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跟习近平见面，是他要的荣光。他也不在乎国民党明年的什么县市长，但是我要讲国民党担心什么？你们的本土派，你认为明年县市长选举？江启臣会找这样的郑丽文站台吗？不会。国民党现在是一个什么头小，就是下面很重，地方很重，但是头很轻，脚重头轻。但是郑丽文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想管他两岸这一块的话，那你国民党就会分裂掉。OK，就是我刚讲的一样嘛，就是郑丽文主席可不可以到对外去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我觉得是好事。对，我觉得是好事。两岸终于能够好好坐下来沟通，包括郑丽文主席可不可以觉得两岸能够用对话取代对抗？我觉得也可以，这也都是好事情。所以不是代表郑丽文主席过去了，就好像是我们要投降，就好像是我们要过去屈服于他们之下。但同时，我也必须要讲，做这些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你的理念、把你的逻辑、把你的论述讲清楚，让民众知道。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没有解释清楚或没有讲清楚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大家不同的想法来挑战、来质疑，而这些质疑对于整个在野党，2028我就不讲了，2026会不会有影响？说实话，现在还看不出来，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都不要去轻忽啦。所以，怎么样把整个事情做得更圆满？怎么样能够把理念更真实，而且让民众能够接受的传达出去？党中央的确还需要再花很多的心思，我觉得才是。观众朋友看不出来，我在这个地方看慧珍眼睛都快喷火了。你看坐在那个地方的感觉，因为我眼睛比较大一点。好，慧珍这样子，第一个我还是回到那个主流民意，如果是那样，不可能有一个党主席，我只顾着我的国际我的两岸定位，或是我的荣光，然后选战这些选将，管你们的，反正是你们要选，又不是我要选，这怎么可能呢？但是眼下看起来，这些到目前为止的这些事儿，确实对选举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吧，更不要说2028的。是，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个吗？刚才范老师讲那个，真的已经到了，就是在国内，就算没有发生什么真的什么要回归祖国这些，但当范老师刚说我们的反统跟促统，已经到了白刃战，那对整个台湾的安定或各方面来讲，会有很大影响吧？其实我觉得日经亚洲这个新闻是非常重要一件事哦，就它等于直接告诉全世界什么，就是现在的国民党已经是被中国是亲中到非常明显，直接就挂上统一女神。现在国民党啊，台湾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是直接背负着统一女神这4个字，然后本人没有意见，党没有意见，所以当你都呈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他会释放这个讯息是，所以现在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已经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进行统一的一个铺陈跟统一的未来的推进了吗？不然怎么会感觉上没有任何？我就讲一个直白话，如果我是外国的读者，我看，你们现在是怎么样？你们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党借壳上市了，你们已经被整个火车被拉往那边去，快要直通北京了。来对，在车上的人好像，方向好像不对啊，往哪里开啊？我们现在是要按刹车吗？还是我们要跳车？还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有点切尾巴啊，你在西瓦，就是好像还不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件事。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郑丽文他现在在国民党内部在进行一个东西叫去蒋化。国民党最早我们其实有提过嘛，就是蒋中正、蒋经国啊，以前一直以来大家一定会提到这些事啊。就你有没有发现，郑丽文从上来到现在，你连刚刚那一个照片有没有？后面的都是国父。当然啊，国民党拜国父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只是说你会发现他在默默的进行一个去蒋化的动作。委员长不见了，是。因为一旦这个去蒋化，或者我们都知道嘛，共产党跟两个谁在打？就毛泽东跟蒋中正两个在打嘛。当你一直开始，连你们国民党的中常会的人都说这个衣服是毛主席，在国民党党中常会讲对岸的毛主席，你们不是被对岸打跑来这里的吗？我是觉得匪夷所思啊。结果有人觉得怎么样吗？没有。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整个国民党上下没有人觉得怎么样，所以现在去讲话到大家已经觉得好像也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是觉得，刚那个小虎哥有问到一个重点，为什么民意明明要当中国人的只有6.4%，就64天安门6.4%，那为什么郑丽文就去忽略掉80几%不愿意成为中国人的？很简单啊。因为今天谁赋予他这样子的荣华富贵？共产党啊！郑丽文是凭他自己本事选举选上来的吗？虽然是不是吗？他一票一票，国民党虽然总党员2%左右，是啊，但是那个不是就是人家就说嘛，你有1000多个影片啊，这个人家最后有红色的力量、红色的网军啊，得票数是史上最低啊，然后觉得后面的很多的，所以就会发现原来透过网军的力量，可以让郑丽文用最小的或让中国用最小的成本，让郑丽文成功上去之后，现在一路上来的表现，不是就是很符合中国的预期跟中国的喜欢吗？我跟你讲中国玩这种错字概念太厉害。现在跟你讲统一女神，对不对？我跟你保证，下一次他会讲什么？和平女神。和平不好吗？你不要和平吗？我郑丽文带来和平啊，对不对？所以一中保台啊，一中就有和平。他们现在开始不断的去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情况之下，好，那现在来讲，那你说选举怎么办？很简单啊，那你选举你要不要钱？你要不要抖内？台商有钱啊，那你要反对郑丽文路线吗？那可能顶多做到不要两个扛棒上不要弄在一起，但是有几个候选人真的敢站出来，而且不要忘记现在人家可是提名也都要经过党中央这边的同意所以傅崐萁、郑丽文现在不是因为傅崐萁感觉上也没有特别的就是本来以为傅崐萁会被干掉，但是看起来应该是两个连任那个拿掉了，对，连任拿掉，所以看起来有可能傅崐萁会继续连任。如果郑丽文跟傅崐萁联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谁要踩刹车啊？是赵少康要踩刹车吗？是这样吗？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温水煮青蛙。到后来到慢慢到2026之后，你会发现那我还要再出来告诉他们，就说没有，我们不要上这台车吗？但你不上这台车，你怎么选？当然你要说那好，你们就挂出来投给郑丽文，就是投给谁就是投给郑丽文。那我们不要讲那么直白啊，就让你变成是我钱给你，你选上之后再说嘛。对啊。但是我会认为，因为后面的共产党的势力，让这一些人不太敢直接批判郑丽文。不过现在看起来，任俊是，但是郑丽文就跟你讲说，那他的言谈举止，然后从那个秋季无时那个时候来讲，不是有很多人在讲说，你看吧，连国际社会大家都会觉得很压抑什么？他说没有啊，你看我见了几国的使节了，然后 AIT 也见面了嘛，虽然是过了4天，然后 AIT 才 po 那些见面的照片，这表示没有啊，大家没有怕我，好像怕跟毒蛇猛兽一样，没有啊，就你们在讲日本。
高市早苗的一番话，老共他们直接对干上。然后对我们国内来讲，我们大家一直都觉得说，如果有美国、有日本、有一些朋友，好歹那你说面对到老共的时候，总是要朋友多嘛。高市早苗那个话，然后我们国内也有国民党的高层的，不管是前任的或者什么，直接跳出来说，哎，不是啊。关你高市什么事？啊，你凭什么要讲什么台湾有事关？不是这些东西跟我们一般大家讲朋友多，尤其面对到一些威胁的时候，有朋友愿意挺一下，感觉上不错，但不是这样吗？先讲高市早苗这个哦，因为有做了一个民调嘛啊，那这个共同社的民调是说高市早苗这个话有48.8%的日本民众表态支持。有做了一个民调嘛啊，那这个共同社的民调是说高市早苗这个话有48.8%的日本民众表态支持。当然，我觉得这个支持也包含到就是说，因为后来中国的这个他的外交官嘛讲了那个就是说应该要对高市怎么样的这个话语哦，那激起了这个日本国内哦，他的不管是在野党或执政党，大家都是异口同声认为说你中国那个话是过分了，搞得高市现在的他的民调。对，就往上嘛，又往上。就是我觉得这个的情感可能大于了他实质上在谈台湾有事的这件事情哦，但没有办法，就是再怎么样也是我们的人讲那话，轮不到你外国一个使节，对，然后跑来对我们的这个就回到有点像是这个沈伯洋这个事件哦，只是这个台湾跟这个日本大家这个在野党哦，对于这整件事情看起来看法不是很相同。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媒体也有报道，就是说高市早苗准备要去改这个非核三原则，主要就是说日本有一个三原则是不拥有、不制造跟不运进，当然那个不运进有不同的解释哦，但是不拥有、不制造这个没有什么质疑。其实因为第三点会被认为说，那如果美国的这个核子武器或美国的核动力潜舰，他们本身载有核武器，能不能进入到日本的港口？那现在看起来是高市准备要修改这一个哦。所以我就讲，就是台湾跟日本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都有因为两岸的关系，然后中国表达很多的意见，但看起来双方处理的方式不同。特别是你刚刚提到 AIT 的这件事情哦，但有人讲法是说 AIT 现在在这个阶段里面晚了4天抛出来，是不是要去回应？就是说，哎，你郑丽文看起来两岸的关系你讲得很那个哦，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AIT 其实有提到，就是说美国还在重申这个要用和平跟无胁迫的方式来处理两岸分歧，同时也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那这种所谓的单方面改变现状，老实讲，中国在改变现状。郑丽文的说法有没有在改变现状？有。刚刚提到说这个日经亚洲把它用统一女神这4个字，郑丽文是欣然接受的。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负分，他可以学马英九啊。马英九有个绰号叫马更正啊，动不动接受国外媒体就更正，我没有这样讲，是他解除错误，但郑丽文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到郑丽文的思考，而不是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去看待郑丽文。我可以跟大家讲，萧旭岑绝对会再继续受到重用，而且他的言论会越来越直接。因为你只要回来看另外一件事情，郑丽文在他就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要跟习近平见面，而且见几次都 OK。萧旭岑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啊，不要看单一人的言论，萧旭岑会说这个说法，何英路何尝不是？很多人不认识何英路啊，他谁啊？他哪位啊？当你没有蒋委员长，而只有毛主席的时候，你认为国民党内谁该跳出来？黄复兴该跳出来吧？对不起，大家看一下，这是国民党的中常委的介绍。何英路是干嘛的呢？何英路本身就是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人，哇，他就是黄复兴党部的人。你可以看到，黄复兴、黄国良、黄良英区党部的主任就叫做何英路，他是黄复兴党部的人哦。你看到在之前疫情的时候，国民党还帮他弄这个，哇，骑着欧多拜，台湾要疫苗，中华民国国旗插在这上面哦。你说他不重要吗？我给各位看，黄复兴党部在做座谈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哎，他们要把这个黄国良党部的那个重要的干部哦，通通都找来，其中里面就是核心干部就是何英路啊，
因为他是那个党部的主委嘛。你想想看，他是黄复兴党部下面的黄良英区党部，黄良英是什么英？就他的那个英。所以我就说，他这时候丢出来这件事情，为什么萧旭成的会出来？为什么张荣恭的会出来？为什么何英路的会出来？因为很简单，这些对话说给谁听的？郑丽文期待去碰触的那一个两岸之间，他们最想碰触的一点，叫做跟习近平见面。郑丽文的说法，基本上他的态度，中国接收到了。中国在见这个张荣恭的时候怎么说？大家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那是把那个郑丽文的话原封不动搬过来耶。那个代表什么？什么？我看到那一天有什么党内人士说什么？两岸关系要回到什么连战时期、马英九时期，才不是呢！哪一个党主席会说，不好意思哦，我的两岸路线要靠哪一个人来帮我联系？不是，郑丽文要创造的是自己的两岸关系嘛？刚刚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从过往到现在，国共会谈之后，到底谁捞到好处？国民党有捞到好处吗？从来没有过。对，但问题是，你是从党的方向出来看，个人。那如果是个人呢？我听到国民党有人的说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郑丽文要跟习近平见面，越快越好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国民党在这一段时间，两岸本来是应该国民党的强项。但是国民党越来越吃瘪，因为老共根本也不见你嘛啊！对，从一开始最早开始应该是在那个吴敦义，吴敦义之后哪一个党主席讲说我跟老共平起平坐？没有嘛，大家都希望见面，但不要。如果郑丽文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促成了他到中国，他反而没有包袱，他也没任何的什么公职，然后他也没有受到什么限制，通通都没有。我反而听到有一些国民党人士是认为说，让他赶快去。为什么？因为去了之后，如果习近平愿意跟他有一个友善的互动，两岸这件事情，郑丽文反而可以回来大加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党，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说郑丽文身边的人在讲说，我们郑主席也不过就11月1号才就任，是怎么搞得好像我们当选很久了？大家什么事情都要他来做，再来做。但我就讲，什么东西也特别是两岸没有突发性的新闻。OK， 何英路今天会这样做，然后今天萧旭成会一直不断的往前逼近，然后今天张荣恭会去那边表达，全部都发生在短短的这17天里面。我认为郑丽文真的想达到的就是我今天要跟习近平见面。当中国开始释放出一些跟着郑丽文言论一起走进来的时候，那我也讲实话，今天讲一国两区又怎样？萧旭成抓着一个点，你陆委会里面就是跟我用所谓的一国两区啊，你今天陆委会要跟我反弹吗？我们一直在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全文叫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人民关系条例。对国民党来讲，他现在要抓的就是这一块的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现在不断的往他当时选举前的时候那个说法，我要跟习近平见面，而且我认为中国可能会愿意给他一条路，只要这些人愿意配合。我补充一点，明年很重要，因为明年是国共论坛20周年，2006年第一次，最后一次是2016年，就洪秀柱，后来2017年刚刚讲过，就是吴敦义嘛，因为他讲什么一中各表嘛。所以我觉得明年很重要。第二个大家不要忘记，最近很多中国学者讲什么，台湾没有下一次总统选举。他们常常讲，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嘛我不需要讲，他们现在讲的就是如果2027年习近平继续连任，2029年是中共建政80周年，80周年那这个时候祖国统一了以后，还有什么选举？你国民党不用急啦，明年县市长你们少一点没关系。2029年台湾23县市全部领国民党当选，我指派的，因为没有选举了。祖国统一了嘛。祖国统一了，县委书记、县长是中央指派，不用选。所以你们明年输一点，不要担心，不要灰心，因为2029年就是祖国统一到来之日啊。还怕没县长做吗？省长都给你做了。别讲省长啊，国家副主席让给你，政协副主席让给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给你，驻联合国大使、副大使让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副大使让给你，驻欧盟副大使让给你，都没有一个正的。正的还是要我当啊。所以说我跟你讲，你看他最近中国那个从10月25号，他不是一连串的国台办的那个发言，在新华社发言，他讲什么？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不用买武器了，
这些钱全部来改善民生。祖国会提供你们大的建设，跨海大桥、跨海洋的高铁、跨海洋的大桥，大家的生活更加蒸蒸日上，让你感受要做大国公民的荣耀感。出席联合国大会，不要像这样台湾人去联合国连参观都不行，堂堂正正的走入联合国的大门进去，代表13亿人在联合国发声，多有面子啊，光宗耀祖啊！如果刚转过来听到你讲这一段，会以为你在帮他们宣传，鬼上身了。不是，我是反过来学他们。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些东西到底对台湾人民到底有没有吸引力？我认为是没有的。可是我觉得中国现在他也不演了，他就直接这样下去。那国民党就是完全配合演。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一个国民党，因为是国内最大的在野党，立法院最大党，席次最多，但还有一个白银啊，我不知道，冠廷你们会因为蓝白合看起来选战主轴一直都在往下走，可是如果当国民党的立场是这样的时候，白银难道都不会有一点意见吗？我觉得黄国昌他们都不会有意见吗？黄国昌不会有意见，我认为柯文哲会有意见啊。大家最近蓝白之间，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局势的不一样是 IPEC 这件事情，是陈昭之愿意跟民进党一起为了中华民国、为了台湾而合作，而让台湾变成会员国。因为要有不同意见的一些的国会议员嘛，两个对吗？就是他的 IPEC 规定就是要有2个主要政党对，然后加入。那过去说真的，民进党我们一直想加入，跟国民党很多人，我侧面了解，国民党蛮多外交国防委员都有去沟通，可是国民党不知道是受谁指示，就是一直最后前面谈都愿意，但最后就是不行。那民众党最后陈昭这件事情，我们侧面了解了，就是有一些很多小道消息，然后跟一些江湖传言，陈昭之最后愿意加入是柯文哲拍板的，柯文哲让他加入的嘛。那这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厉害的地方。柯文哲想的事情叫民众党利益，民众党利益不能跟台湾人民的利益做抵触，所以当他今天要修理民进党、要监督民进党的时候，他可能跟国民党合作。可是今天当你跟台湾人民的主流价值背道而驰的时候，他不会跟国民党一起疯嘛？IPEC这事情当然对台湾是好事啊，所以他就选择加入。我要回来谈的事情是，我认为现在恐怖的地方，我也邀请国民党的朋友深思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跟习近平现在不止不给中华民国活路，也不给中国国民党活路。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在过去几十年来两岸论述，真正唯一一个我认为神丹妙药，而且在台湾是走得动的，叫做当时的9·2共识，下面接一中各表，要有下联才是神丹妙药。当时老共给中华民国一点上面的空间，我让你可以讲这个一中叫中华民国。可是为什么走到今天为止，萧旭晨要走出闹台湾人民的大不会，要讲1国2区，我们的区我们变特区，我们变澳门，我们变香港，台湾有谁会认为台湾变香港或澳门是要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连中华民国的1国2制的1国2制这件事情走不通，一中各表这件事情他也不给你走。那请问国民党还要继续这样子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卑躬屈膝，然后连自己的党格国格都不要了吗？我觉得这恐怖的地方，国民党内现在最后能够翻身的关键，我认为翻身是说不要跟台湾人民主流民意对干的关键是在于，你要知道，台湾多数人还是认为维持现状，守护中华民国，守护台湾是主流的价值。那你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可当最后现在刚刚很多专家范老师大家分析起来的结果是，郑立文现在为了求他在两岸之间的历史定位，也许见到习近平。可是其他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要，那最后国民党剩下什么？不会。可是对你们来讲的话，蓝白合之间会担心，会因为两岸之间，包括郑主席或萧旭晨他们那些发言，会影响到蓝白之间的合作吗？因为15号的时候，郑丽文主席跟柯文哲、黄国昌有碰到面嘛，然后接下来是19号，这个礼拜3，那是两党主席要会面。可是，在无实这件事情，黄国昌是直接讲说，他就是个匪谍，他是共谍，这是客观的事实。显然在这列车上他们不上。那其他刚才讲的那些论述，如果照刚才冠廷讲，他们不会跟你们疯。那如果碰到跟人民之间有这样的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做取舍。那你们蓝白合之间的选战节奏会受影响吗？我觉得在议题上面，你说蓝营跟白营要完全一样，那其实不可能，因为毕竟每个政党有他自己不同的想法。但是在合作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个人觉得啦，当然还是要看下个礼拜党主席他们之间互相的沟通。因为现在蓝白合，我老实讲，已经是大部分民众在野党的民众的期待。那2028还远，所以他们现在先看的就是2026到底要怎么合。那2026你县市首长，
我个人在猜啦，应该也没什么好特别讲的，就是比民调了。讲白了，国民党跟民众党比民调，谁赢的代表在野党参选。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沟通的一点就是4亿元的部分，到底是怎么个方式？不是说席次问题哦，是怎么站台啊？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沟通的一点就是4亿元的部分，到底是怎么个方式？不是说席次问题哦，是怎么站台啊？就是市长怎么帮那个其他的议员站台？没错，举个例，台北市，我相信不用问了，一定是蒋万安市长要争取连任嘛。那如果真的蓝白合了，那万安市长会不会去帮民众党的市议员站台？而这个方面对于民众党的市议员而言，到底有多大的优势？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包括了不管是市党部啦还是中央，他们比较考虑的重点啦。但因为细节到目前，因为两党的主席还没有谈完，所以到底对于明年的合作该怎么去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在猜啦，不会逃脱掉所谓初选的问题。尤其是就是6都的市长，当然这6都几乎不用问了，新北、台北、台中、桃园、台南、高雄，我相信都还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做出一个最后的答案。但是你说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好像蓝白就是美好一片无限啊？对，一起携手打接下来所有的选战。我觉得啦，每一个政党都有他自己的主体性，一定还会有更多大家有不同想法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支持者其实不需要担心，两党一定也会有不一样的做法。你说包括无实的事件，包括一些理念的部分，我相信民众党不会什么都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毕竟他们也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的小政党嘛。但是在合作的部分，我相信2026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OK， 但慧哲，如果真的讲的话，民众党现在到底是柯文哲决定还是黄国昌决定？但是如果像刚才冠廷讲，像 iPad 这件事情，那如果是柯文哲在里面有发挥一些作用的话，那碰到这样的大议题是他决定吗？可是你如果光听，只要每次陈佩琪女士出来讲话，跟民进党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啊，对，是不是？他连沈伯洋那件事情讲，你看沈伯洋被国际通缉都没有被关，柯文哲为什么要被关1年？就显然那一段羁押那个过程，对于他们的内心，尤其对于赖清德或是民进党，那已经叫不共戴天了。是，那还有可能再做阶段，那就是刚刚讲不会影响蓝白合的主轴，就这样往下走。我觉得如果在政治光谱上的话，谁跟民进党，黄国昌跟柯文哲，谁跟民进党比较近？我觉得其实这蛮难比的，因为这应该这样说，我觉得柯文哲的问题是完全取决于明年的或者是今年，应该是明年1月，对，明年的判决出来结果。如果明年判决出来结果，他是没有所谓的用10年以上，没有一个罪是超过10年以上判的话，他其实选总统的资格就有。那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会在政治上会更灵活，所以我觉得从明年之后2月之后，那个民众党应该是会回到柯文哲手上，应该是毋庸置疑。OK， 那只是说黄国昌他怎么样去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那现在就人家内部现在就有发现嘛，就黄国昌从头到尾只带他自己的4大金钗，其他人好像就有点不太管死活。那对于这个，比如说10月17号，17号还是19号，就是说跟19号党主席碰面吗？对，跟那个郑丽文碰面这件事情，他们也是选在新庄嘛。那说为什么要选在新庄？其实也是有一点好像为他自己未来可能办公室竞选总部会早在新庄这边有相关，所以黄国昌他现在是以自己最大的未来的发展空间为主要考量。民众党我觉得他也很清楚，一旦明年之后，这个民众党的整个主导权是回到了柯文哲身上。但黄国昌这个变成他本来不是之前去见那个赵少康吗？就现在为什么突然之间又要来见郑丽文？因为他毕竟现在还是民众党党主席嘛。可是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在赵少康跟那个郑丽文中间在寻求一个合作机会。而这合作机会是让他可以在明年之后没有了党主席身份，如何可以延续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以柯文哲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柯文哲慢慢的
慢慢的，他会把黄国昌所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局限，因为这样子他才不会影响到他自己整个主导民众党的一个地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都会担心说，两岸之间，尤其老共会不会用有人讲那几个名词嘛，包括用钱啦、用黄啦、用什么样一些方式，或者讲说打台湾不如买台湾，或是用所谓的第5纵队渗透，很多大家会担心这一块。当然，这些两岸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大家放下成见，刚刚讲用对谈来代替对抗，当然好。只是老共一直就想要就是他们所谓的统一，就是一定要吃掉这一块。那如果要真的讲，大家担心的是钱在这里面会发挥什么样一些作用？最近这几天大家看到馆长的一些新闻，我们要跟大家聊馆长他们家的事，但是中间有没有涉及到任何包括国安问题，有没有涉及到钱的一些的问题？馆长到中国大陆，谁要到哪里去发展？我觉得在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你要到哪发展 OK， 但是过程当中。冠廷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会从他们最近揭露的很多，不管是录音档啦，或者所有这些，会讨论到有没有国安问题，包括有没有所谓的红钱问题？为什么？馆长他的政治立场改变，我们都理解。曾经有一度好像比较支持国军，支持台湾。那经过了一些过程，变成侯友宜的粉丝，然后后来变成了黄国昌的粉丝、柯文哲的粉丝，最后居然变成是3不5时往中国跑，然后开直播。当时大家就有问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到底有没有拿中国的钱？我跟你讲没有错，任何一个艺人、YouTuber 谁要去中国发展都没有问题。但大家质疑的是，你是不是拿到中国官方的钱？中国让你做文宣，做就是宣传，老公要统一台湾啊等等这些言论相关的钱，这是大家在意的。当时馆长在直播讲他没有嘛，说他都自费嘛，所以他说他花很多钱。这一次这一个录音跟馆长个人声誉有关，我认为是这件事情。其中有一段。他形容一个吴姓总监问说：“什么时候中国的钱才会进来？”馆长居然是回说：“要看我表现。”这就夸张了。今天我正常来讲，今天比方说我任何一个艺人，我是一个歌手，我到那边去唱歌明码明价嘛，我去唱一场5万块、10万块、500万、50万，什么状况会要看我表现？看什么表现？后来网友大家的议论就是说：“哇，原来不是自费。”而是都在演，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会在意的事情。那馆长他后来也有解释嘛，他说不是投共嘛，是误判情势。你误判什么情势？是你本来可能答应了对方什么事情，而你去做了某些表态，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资源，还是你有什么事情是大家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在意的是这个事情。我说真的，我跟你讲没错，我这些私事什么，大家当成是就是茶余饭后的八卦看就好。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台湾算是知名的 YouTuber， 到中国去，连要拿一个钱都要看表现。那说真的啊，老共你对台湾人也很差啦。不，我觉得大家要深思哦。如果你真的，我在台湾有一派的人是认为说，老共你要统一我不在乎中华民国，我不在乎台湾，给我钱就好。也有这样子的人。如果你连给钱都这么不干脆，都要看表现，连馆长这种等级的人物，我是觉得真的很可悲。任俊。这整件事情，因为馆长有跟你讲，他讲他连账户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可能会拿那些钱？当然，你说政治立场的改变是一回事，可是大家是从那个所有录音档里面的对话去爬出很多这些嘛。是，而这个东西包括馆长他到那个地方，刚刚讲到误判形势，所有这些词，也有网络上面讲说，馆长你所有这些，你真的就算你到老共那个地方，你能够生存得了吗？你看馆长每一次去中国之后回来开的直播，大概都是负面的言论。我所谓的负面的言论，就是说他对于中国的这个体制他是觉得很棒，觉得硬体都很棒，但是他的那个负面的言论都是在他的商业行为上面。我去那边要谈生意也没有成功，也没有怎样，台湾这边生意也要倒。这个从他那一天被他的那个什么特助公布4个小时的录音档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嘛。说我这边如果去那边这个中国那边，就算我做起来，台湾这边差不多就倒掉了。所以我会讲，就是说，馆长之所以在国内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他的事业，他的健身房其实老实讲就是说台湾健身房非常多嘛。他真正在台湾的网红界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一个打电动，前面有人打很久的电动，一直打电动，嘴巴一直讲。再来就是他的政治，
他透过政治希望去带动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事业体。所以你说今天馆长在任何一个政治上面的表达或者是表态，到底有多少人认为那是馆长的真心？我觉得这是他面临到最大的挑战。不然到今天有人居然爆料说，哇，有这个什么小草哦，又愿意为了要支持表达馆长，然后要走上街头去游行，你也觉得莫名其妙。好，我老这样，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你就说只是因为要表达馆长是清白很多人，当然他要表达的东西很多，但是居然觉得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活动，然后来力挺馆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暴露出来是，当馆长每一次今天他愿意挺民进党，今天他愿意挺这个民众党，或者他愿意表达国民党是好的这件事情上面，到底跟我们一般评论来讲，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我自己觉得，可是他的表达到底是你自己觉得，还是别人要你表达别人的观点？这就回到了这几天有人去起底，很早之前有一个这个网红，他就提到就是说啊，其实哦，老实讲啊，有人跟他接触啊，对不对？就给你文案，给你稿子，叫你干嘛？开直播，开直播呢，什么都不用做，就只要照着这个稿子跟文案骂什么骂政府，骂完了之后1个月就100万、200万就给你，这几天的那个影片一直被找出来啊，一直被人家传，所以我就讲，当你回来看看，回到阿馆的本身，馆长他跑到中国去，然后又跟汪小菲，哇，又巴蒂，大家又来去，结果馆长自己说什么？哎呀，那个哦，他也是讲啊，那个也兄弟，那个也是兄弟啊，那喝酒咖啦之类的，那表示什么？馆长，你到底是在展现哪一个的真实的你？到底在展现哪一个真实的你？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为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钱，你的政治立场的转变跟你的很多的东西，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真的必须讲哦，民众党你很多人就觉得说哦，馆长是你们自己的，但你们真的冷静下来看一看，馆长今天的这个说法跟其他人最可怕的地方是他不遮掩的，他不遮掩的。也就是他如果所有东西都是为了利益，你看他今天讲说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要把那个公司撑下去，都是为了要这样，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做，什么话都说，只为了要能够让他撑啊，因为撑不下去了，所以找大家干部来开会啊，我平常也不会告诉大家我缺几个亿啊什么，那就代表的是什么？这些所谓的网红，其实过去会被质疑说，在特定的时间点，突然大家大幅度的拿一个同样的一个寿司，然后同样都在同一个时间发布讯息的这件事情，他们到底是受到谁的指使？跟在利益之下，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表达的是真实的看法吗？还是老实讲，有钱收就可以？我觉得馆长其实他真正暴露的是这一个，让大家觉得说，你今天不要再出来讲政治了啦，拜托，你今天讲的这个政治，谁知道你今天挺的那个是不是这个人拿钱给你，还是另外那个人又拿钱给你嘞？对，将军，那黄昌跟馆长，对，在政治立场上面，后来其实大家还蛮巴蒂的。但是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黄昌也不太适合评论嘛，外人嘛，对，外人不太适合评论。可是民众党或黄昌在馆长这件事情，其实你说家世是一回事，但是讲到有没有钱或什么这些，这可以评论吧？我说哈，黄国昌跟馆长绑得这么近，对黄国昌来讲，他的未来的政治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有人可以告诉我，馆长的政治倾向到底是什么？有人可以跟我讲吗？中华民国派，台湾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没有，馆长什么都不是，他叫做万恶的金钱派。你给我钱，什么都肯干了。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子吗？他那是讲，他之前挺台派、挺独派，他赚了很多钱。后来他不挺了，他去挺小草，赚没有钱，赚不到钱，所以健身房也垮，便当店也垮。现在跑去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赚到钱还不知道。他是逐着金钱而走的，他的政治倾向是随着金钱在改变方向的。那黄国昌是吗？黄国昌是不是？如果黄国昌也是，那两个就一样。那肯定的，黄国昌现在是民众党的党主席，他不能随着金钱的方向而去追逐嘛。他是应该因为他有政治的理念，他有政治的方向，而去投入政治工作，而不是为了金钱。那可是当馆长跳出来有流量的时候，黄国昌就说：“那我兄弟。”等到馆长出事的时候啊，他是网红啦，你要听完他讲的所有的内容再去做评论。等到他出事，他说他生意人。你有一个人是可以在政治、在网红、在生意人中间
随意游走吗？对，馆长，就只有馆长。那这种人，黄国昌跟他绑在一起，那要倒大霉的。那现在小草说我们要捍卫馆长，走上街头，请问你捍卫馆长是捍卫他的贞操吗？还是捍卫他的人格？还是捍卫他的政治倾向？还是捍卫民众党的政治方向？讲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游行如果真的走上街头，我觉得是个灾难。对民众党是个灾难。第一个，他的价值观等于流量。这一些人的价值观不是等于政治方向哦，是等于他的网红流量。那流量可以代表正义吗？流量可以代表政治正确吗？流量可以代表台湾价值吗？不行。但是这一群人流量是王道，其他都可以不谈。各位，这种上街头，你觉得有看头吗？有诉求吗？好，你上街头要递一个所谓的陈情状，或是你整个游行的企图，你要用什么当口号？那你看看馆长的双重标准，这有多么的可怕？他不是为了台湾的价值。馆长刚出来的时候，我跟馆长是在网络上吵过架，因为是为了台湾价值。那时候我是国民党黄国元的党主席，他说我们是亲共政党，我说不对，我是中华民国派，我一直跟他吵过架。那我后来认为他应该是爱台派的。等到我离开国民党了，他又开始骂我。他说我是台独，我说我是台独，你不是说我是亲中的吗？他说我们现在立场要互换，所以我搞得好乱，干脆就不理他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倾向是什么。后来我慢慢理出一个所谓的道理来，他是逐金钱而居。哪里有金钱，哪里有流量，他就往哪里冲。OK。他是逐金钱而居。哪里有金钱，哪里有流量，他就往哪里冲。OK。好，那么小草要去挺他，那请问小草，你不好好做价值，你去拼流量，那你就不要谈政治。如果这一群支持民众党的人上街头去，你是为了流量，为了网红，为了崇拜偶像，那你不要搞政治。因为这样子的话，民众党会出现一个问题哦，你的民众党青年人是流量优先，价值靠后站。这个民众党还有未来吗？跟柯文哲当时创立民众党的核心价值一样吗？另外，最后会变成一个极大的内伤。什么叫内伤呢？就是你的信任会大破洞。民众党，你的整体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没有了，变成说我们变成馆长党，只要有流量就是第一名，只要有钱可以赚就是第一名。那最后我一句话总结：如果一个泱泱的国家第二大的在野党，你的价值是挺网红，不挺国家主权，你替馆长说话，而舍弃了民众党创党的主权，我告诉大家，这个党已经不成党，难怪黄国昌现在慢慢的开始要跟他做一些隔开。如果黄国昌连这样都看不出来，那说句实话，黄国昌真的会一次再关一个政党叫民众党。不过对国内来讲的话，好，那大家都会关心，尤其像我们国内自己的在政治事务上面来讲，比如说，中华民国最勤奋的职业是立法委员。因为看起来他们会365天不休假，不休假嘛，因为范老师是要研会延到明年1月底嘛。对，你从上一次7、8月那次研会，就中间没有休息嘛，本来立法院都会有休会嘛，看来不休会了，然后一路延，这次如果要那个1月份再不延到1月底，2月要开会了嘛，就一路往下去，上次上公算365天，他们一天都没有休息。这个应该是全世界议会史上史无前例多勤奋，多勤奋！哎呀，这个太不简单了啦！全世界国会都要向台湾的立法院学习，对，365天全年无休，比便利商店还要厉害。但是我觉得黄国昌明年会很惨啊。他2月1号就立委就要卸任了。对啊，我觉得他四大皆空嘛。第一个，明年立委没有了嘛，保护伞没有了嘛。然后我看现在这个新北市也没人要让他选了嘛。他现在，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党主席岌岌可危嘛？那这两天这个晋周刊说，柯家对黄国昌不满啊，甚至他可能就根本就是他们家的狗仔之一嘛，就4大皆空嘛，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司法问题嘛，所以应该是5金常旺，5金常旺。可是
不会。你们议会也不会365天不休吧？对，不会。对啊，那看到这样，因为就是蓝白联手才有可能是这样也会啊。我相信对于在野党而言，当然是有他们想要讨论的议题啦，但是他们想要讨论议题能不能够被民众所认可，这也要讲清楚说明白，要不然的确是没有错。那些立法院的议事同仁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会议没有停，他们该要做的东西也不能够真的比较放松。虽然平常也要上下班啦，但是那个心态压力是不一样。但你要说研会是为了某一些的保护伞，我觉得这也不至于啦。黄国昌主席明年2月1号就要离开了，还保护伞什么？没有差那个1年，没有差那个10天半个月了。那你说傅昆萁委员，我说实话啦，傅昆萁委员他真的有任何问题，真的检调有任何动作，立法院长也不会去挡的啦。这一样会同意嘛？因为我相信傅昆萁委员也不会怕这东西，所以他们立法委员全年无休。我老实讲，这个真的是的确应该是全世界很少见啦，完全不休息，很辛苦，对。但是也希望他们在这过程当中，真的要把他们需要开会这么长时间的理由跟价值要拿出来了。OK， 说我开那么长时间，我真的通过了很多民生法案，民间大家喜欢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没意见，给你鼓掌。但如果真的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延会，我相信这个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所以期待接下来要延会，应该是已经确定了啦，好像要延到明年1月31号嘛。那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财化法啦，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法案，我相信在野党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出来讨论。那也希望执政党啦，包括你说财化法之前一直没有版本嘛，一直沿用行政院旧的版本，现在行政院也愿意提出新的版本来，我觉得是好事。在野党、执政党一起来讨论怎么样让财化法变得更加的完善，让各县市都能够拿到他们可以自主的资源。我觉得我期待这个接下来这个会期能够有更好的结果，但也期待如果大家谈得好的话，以后就不要那么长延会了，再延下去超过365天，我相信大家都会疯掉，这个对立法院也不会是一个好事啊。来，冠廷两个，第一个延会的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的话，会怎么样看待蓝白主导延会的这件事？第二个，刚刚讲到财化法，财化法应该就是3读，然后就是修正完以后是3读，然后行政院讲说要全面，大家就全面开战嘛。行政院拉行政院的版本出来，虽然比人数看起来，反正你们人数就是少，如果蓝白联手，但这一仗看起来是非打不可的一仗。对我先讲哦，这个黄国昌少讲这么多啦，没操多啦，你就是开保护伞开到最后一刻嘛。你立委做到什么时候，你的保护伞就到什么时候。实务上面司法单位要去逮捕。或者是你要做任何司法动作，针对现任国会议员在开议期间，本来心理压力跟实务上面难度就比较高嘛，这是所有法界都公认的事情。你就是有个保护伞就是开到1月31，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几月？5月已经延到8月了，你现在一路延到1月31。中华民国10几届的立委就这么一届，这一次要开到满你讲一个了不起的理由给大家听，他讲不出来啊。没有理由。这就是保护伞嘛，这个就是这样。我懒得跟你讲，反正你该面对的司法2月1号，2月1号不是啦，就是早死晚死的问题嘛。你2月1号就要面对了嘛，你2月1号就要面对啊。你现在所以不会保护伞吧？没差有啦，没差了几天，就没差了几天了，就没差2个月。这个就像那个。一样停就对了，就像那个我们以前在考那个期末考的时候，老师有时候台风来，然后延后考1天也好，对，那不好啊，那就要多准备1天，多准备1天嘛，对，你看你是好学生就是这样，那黄国昌坏学生。然后第二个，五哥问的是说这个财化法问题，这个事情很严肃，因为之前财化法的修正，中央已经多补助地方，割了4600亿，那我们现在其实每个县市在这一次的税出。此时此刻，像博弈也在审明年的预算嘛，我们也在审明年预算，各个县市的税数都是史上最高。以新北为例，我们今年审明年的现在已经成长到总税出2612亿，比去年成长了387亿。那为什么？就是财化法，然后我们的这个统筹分配法变多嘛。那之前是因为在中央审查的时候，蓝白统3。一个额度很高，那所以其中有600多亿是把它就是说，那你中央来调配，可是中央已经砍了4000多亿给地方了，那不得不最后就是把一般性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款来做调整，这是本来就只能这样做，那不然你要叫中央哪个部会关闭嘛？可是现在他们又出新招，国民党跟民众党在上礼拜5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好，未来所有的一般性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款数字。不能低于过去10年同财力的县市同类型计划的平均值，白话就是不能比以前少。好啊，那现在面对的问题来了，蓝白现在一方面呛虾说好这个过了，所以预算要全部退回。那退回之后，
这个不排除退回嘛，退回之后那你们重编，那也会影响到我们地方政府现在正在审地方的预算，所以现在卓院长的态度就是好啊，那不然就来对决啊。白话就是不能比以前少。好啊，那现在面对的问题来了，蓝白现在也一方面呛虾说好、这个过了，所以预算要全部退回。那退回之后，这个不排除退回嘛，退回之后那你们重编，那也会影响到我们地方政府现在正在审地方的预算，所以现在卓院长的态度就是好啊，那不然就来对决啊。我们有这个那行政院版本，我们也过去这段时间做很多前置作业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到时候把它提出来。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做的话，那就变成社会会有个公断。行政院如果有提出财划法版本，那跟国民党现在搞的这版本谁好谁不好，那就给社会来做公断。那我跟你讲没有错，也许举手我们还是不会赢，可是至少我觉得人民会知道差别在哪里。那最后这个预算的这个编列到底要怎么编，我觉得还是要去努力的处理，因为没有这么好处理。那不会，财划法这一段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主导，然后包括在未来如果真的照蓝白阵营这样的修正案过的话，那会是比较有利吗？对你们？我老实说好了，财划法之前在大罢免之前，大家讨论了非常多，是啊，记得不管说的钱到底算的对或错啦，因为那时候对就是钱算错了嘛，对，就是吵非常多。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没有之前规划好的，我觉得在野党本来就要做修正，这本来就是因为这钱讲难听点，又不是给蓝营或白营的立法委员，那是要各县市去分配嘛，当然是要把它算得很准确。所以在算的准不准确这部分，我觉得在野党在这一次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说明，不要再被大家觉得好像你没有算清楚，钱还会本来还有变少的，对，这莫名其妙，这个绝对不可以发生的，这个绝对要顾好，这是立法委员的本质跟基本的他们的才能，好不好？这不能够改变。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之前还记得。民进党一直没有提财划法的版本，他们是一直沿用行政院的版本，认为行政院是最好的版本。但是在这回大罢免大失败完之后，行政院这回说好了，既然要开战了，对，他们要提他们的版本了。对，我讲了，我觉得是好事。你提一个版本嘛，提一个版本出来，我相信民众会看，我相信执政党也会来宣传。如果真的到最后是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是更完善的，那我相信在野党你也必须要能够接受跟来讨论，而不是用强制的我人数多我硬通过，因为各县市都会有反应的啦，因为各县市大家分了钱，就算是蓝营的也不一定支持蓝营的立法委员的讲法，因为我钱变少了，我怎么跟我的民众交代？绿营的县市首长也不一定能够认同绿营的民意代表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讨论。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好好坐下来讨论，朝野好好的沟通，然后找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或者是让民众能够了解的最清晰明白的版本。我觉得才是立法院他必须要展现出来的态度啊。没有，因为现在问题已经造成了，现在就是中央的预算这样子搞下去会编不出来。那地方现在跟各个县市之间也还瞧不清。为什么我敢这样讲？上个月21号，行政院找各个县市来讨论。你知道吗？财划法已经过了，现在各个县市对于行政院如果要提出版本的财划法，因为要收集大家意见嘛，行政院要负责任嘛，不能像蓝白这样乱通过的版本嘛。到现在各个县市之间意见还不一样，不，大家知道这荒谬在哪里吗？国民党通过的版本根本没有跟县市沟通好，不然怎么会各个县市跑来？如果国民党版本这么赞，各个县市来行政院开会的时候应该要讲什么？院长你们改什么？我们国民党版本赞啊，没有啊，大家意见也不同啊。所以怎么会这么的不严谨？其实国民党到目前没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几十年来没有修，大家应该要讨论垂直的、水平的怎么讨论好，把它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版本。都到现在都还没有讨论好，当时急急忙忙的过，这么急，到底意义在哪里？来，财经专家来慧珍，1分钟。我觉得这整个财划法就当时实在太草率到根本很多钱你用去哪里？然后现在很多钱拨到地方，事实上我觉得也没错啊。比如说像以那个67来讲，人家67在云林，你拨给云林多一点钱也没错。可是你要讲清楚用在哪里，你不要说好像地方钱都拿了，结果后来很多东西，你中央还是要继续照顾啊，你中央还是要继续努力啊，你中央。这个相关的福利政策你不能减少啊。那地方呢？那地方拿了这些钱，你要做哪些事？那最后我赶快补充一个，刚刚侯友宜，我刚刚有看到，就今天侯友宜有针对于就是沈伯洋的事情他有特别去强调，他强调什么？他就讲到说，这个中国没有权利介入我们自己台湾人的一个相关的安全或者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侯友宜他有踩住我们认为所谓本土派应该有的立场，而我希望国民党里面的这样的声音要越来越大。好，那如果这样，来，不会，
简短回应一下韩国瑜，因为赖清德总统一直跟韩国院长，就韩国院长，然后要什么要针对沈伯洋这件事情讲话，什么这些。是韩院长就那个桌子4条腿断了3条，然后赖总统今天又说那4条腿都是中国大陆把它给搞断的什么。现在大家就一直在这方面，那这些你们的看法呢？我想法是，我在每个节目讲都一样。我觉得中国大陆对于通缉沈伯洋委员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两岸和平没有帮助嘛。你做这个事情，老实讲，只会让双方更加的紧张跟仇视而已。但我也要必要讲，当这事情发生完之后，对于整个赖政府，他们第一时间是几乎无法处理。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韩院长出来帮忙讲话。那我就问了，如果韩院长讲话有用的话，那我的陆委会还要干嘛？或者外交部还要干嘛？那我其他单位就不要算了。所以拜托赖政府，你希望韩院长帮你讲话的同时，蓝营的立法委员也出来讲，他也觉得这样不妥，但是希望是否能够让两岸的关系，包括敌国的说法是否有些改变，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一点，也许大家可以比较坐下来沟通。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绿营的态度而言，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韩院长你不愿意帮忙说话，你欺负台湾人。但我就问一句了，好了，先撇开这些大家的公理正义这个大帽子不谈，绿营是之前怎么批评韩国瑜院长的？所以拜托赖政府，你希望韩院长帮你讲话的同时，蓝营的立法委员也出来讲，他也觉得这样不妥，但是希望是否能够让两岸的关系，包括敌国的说法是否有些改变，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一点，也许大家可以比较坐下来沟通。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绿营的态度而言，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韩院长你不愿意帮忙说话，你欺负台湾人。但我就问一句了，好了，先撇开这些大家的公理正义这个大帽子不谈，绿营是之前怎么批评韩国瑜院长的？有骂他没有能力的，有骂他不适任的，还有拿水丢他的。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时候就没想好好对待韩国瑜院长？当发生问题完的时候，什么都韩院长处理，什么都韩院长要你站出来讲话，公平吗？我觉得大家平常心讲，如果换个角度过来，现在是蓝营的人被通缉 ，OK， 对，然后我们请绿营的院长、市长、总统出来，结果我们平时一直在骂绿营的。你告诉我，你们会去怎么做？我觉得大家平心而论来看待这个事情。将近1分钟。对，我1分钟很快讲哦。今天韩国瑜如果不是立法院长，他讲不讲话不重要。对。为什么赖清德总统希望韩国瑜讲话？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在台湾最高的民主殿堂的院长叫韩国瑜。如果他讲出来说，如果他讲跟侯友宜一样，只要他讲跟侯友宜一样的事，就是我们台湾内部的事情，中国不要插手。这就代表什么？代表台湾最高的民意肯定我们的主权。OK。对，那刚才博弈讲那个，我回答他哈。就是如果有绿营的这个首长，我们一天到晚骂他，等到被中国恐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直接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这个2020年被这个中国直接死亡威胁。第一个出来说需不需要保护我，保护你安全的叫做郑文灿。他是民进党的桃园市长。我是国民党的桃园地方党部的黄国元主委。他一样打电话跟我讲，希望保护我。OK，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政党的这个立场，只有主权的方向。如果你觉得中华民国或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上从行政院下到县市首长要这样表态，那你就踩到民意的重点了。那如果你没有表态，相对的中共会很高兴。我只要问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就是韩国院长表态完之后，然后呢？这个不是，这两码子事哦。这绝对是一码的事，因为现在我们是要保护沈伯洋委员的安全呐。沈伯洋委员不安全，然后请问韩国瑜讲，当然。韩国瑜院长该怎么说？我没有意见，大家可以来沟通。但是我现在想看到的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能力来保护我们的立法委员，不管他是哪一个政党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目前我看不到赖政府有任何态度跟做法能够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国民党完全画错重点，今天绝对不是要韩国瑜来保护沈伯洋，是你作为一个立法院的大家长，你要表达一个态度。就为什么大家讲说？2021年，当时英国有5个议员，因为他们批评中国在新疆的问题、香港人权问题，结果被中国政府就进行制裁。当时的议长有站出来，他不是说叫他去跟中国协商啦。那如果照这样讲，一个学校的小朋友不幸发生车祸，那校长说我去看他干嘛？我又不是医生，我不能让他变好，我去看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作为一个学校的大家长，你有道义去关怀学生。同样，你作为一个议长，我不是叫你去北京谈判，我也不是叫你去跟习近平讲什么 ，OK， 我也不奢望你去做什么，我只是说你作为一个议长，基于同才、退同事，老师，你应该关心。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复杂，民进党自己不用负责任嘛？民进党自己不把最根本的问题来解决清楚，然后叫一个在野党急的
立法院院长来帮你去跟对方说说看。我觉得这不是态不态度的问题，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而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东西？执政党你自己想清楚啊！博宇，你完全误解赖总统的这个态度跟我们的期待。3点，第一点，警政署在第一时间就讲我们会保护所有国人的安全，本来就会做。老共你发布红色通气，我们会保护国人安全，所以沈伯洋他也到德国去，各方面在台湾我们会保护他安全，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台湾有任何国民要去配合中国红色通气的事情，帮忙老公宣传，会违反国家安全法跟反渗透法。警政署也出来讲，不要配合中国宣传说要通气沈伯洋事情，你会违法，会把你抓起来。第三个，赖总统对韩院长的期待只有一点，不是韩院长个人怎么样，你对他喜不喜欢，是韩院长是立法院长。当国会议长如果可以站出来跟大家讲，跟侯友宜一样的话就好了。侯友宜讲什么？中国不应该干涉国人的人权，这样就好了。国际为什么讯息？不管台湾任何政党的人都不希望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干预台湾的事情，这是有宣示意义的。OK， 这整件事情未来还会怎么样一些延烧，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国民党主席曾文相关的一些的发言或者专访这些内容，对国内政治的一些氛围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民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